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拜登基建计划走中国的路，让中国无路可走啊。那么，我们今天只有一个专题啊，一个题目啊。那么，拜登总统上周在匹兹堡提出了他的基建计划，总计是2.3万亿美元啊，这是一个持续8年的计划。这个计划将会深刻地改变美国的经济版图啊。那么，任何改变美国的事物都会改变世界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一下拜登这个计划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当然，我们也要讲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啊。那么，今天这个标题呢，来自于小沈阳，所以我就要特别明谢一下。他原来的话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我就借了一下他的这个表达方式。这形容的是什么？形容拜登总统的基建计划，它的特点和它的影响啊。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计划的影响之前，我们先要判断一下拜登总统的这个计划能不能在国会通过啊？如果通过不了的话，我们那就没有讨论的价值，因为美国三权分立啊，那么总统不能一拍脑袋就把事情给定了，那叫独裁啊。那么民主政治需要民意的支持啊。那么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推出之后啊，国会民主党的这个民主党团毫无疑问是全力支持，全力护航。共和党那边的态度是什么呢？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是麦康奈尔啊，上个星期表示，拜登总统的基建计划十分大胆，但是如果要提高税收和增加债务，他誓言每一步都要与之抗争啊，这是麦康奈尔的态度啊。然后共和党参议员布朗特在福克斯电视台说，他说我们回头看一下啊，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甚至你加上这个供水系统，再加上宽带，实际上你的整个基建还不到整个方案的30%啊。他说，所以呢，他相信一个规模较小的目标，比如说6150亿啊，对共和党来说更容易接受啊。所以呢，共和党的态度是支持基建啊，但是反对现在的规模和反对加税，并且增加政府债务啊，这是共和党的态度。那么，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在星期天的时候上电视去做拜登总统的这个基建计划的这个推销工作啊。他在这个电视台上说，大多数美国人其实是支持拜登的计划，拜登也希望他的计划能够得到共和党的支持，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会应用国会的协调立法程序让民主党在参议院通过这个计划。那么格兰霍姆说，正如拜登所说他选为总统是为美国做事。如果全国大多数人，包括民主党人，包括共和党人，都支持我们把钱花在国家上，不使得我们在全球竞争中能够获胜那么他就会这么做所以呢，我们判断之前拜登总统的1.9万亿这个救援计划，就是上个月在民主党的支持下通过，用的就是这个协调立法程序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那么白宫现在下决心要搞这个基建计划民主党国会会在国会护航共和党虽然不满意，估计也是拦不住，所以这件事应该会成这是我们基本的判断。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拜登总统的这个基建计划到底有什么影响到底有什么影响？那我就这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很详细的把这个拜登的这个基建计划画了个图各个图然后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资金分配图紫色的部分呢，就是电动汽车，这是电动汽车和交通电动汽车是1740亿，
交通是6200亿啊，这是最大部分啊。然后呢，这上面的这部分呢，就是这个残疾人士、老年人居家和社区护理4000亿啊。下面是制造业，制造业是3000亿，其中包括半导体研发和制造500亿啊，这是500亿，这一大块。然后这边呢是改造和建筑房屋2860亿啊。这下面是公用事业啊，公用事业2660亿，其中包括呢1000亿升级电网啊。然后是这边呢，最这边的这个呢，最这边的这个是2800亿，就业岗位创新就业岗位创造和创新。然后跟气候有关的这个技术是350亿，下面是教育是1370亿，其中包括250亿的儿童保护。它的结构大概就是个这样的，你看得到最大规模的是交通，然后其中包括就是电动车啊，这里面装了很多拜登政府的一些理念，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拜登总统的基建计划比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基建啊，我们讲中国的基建，它的概念更大啊，它的范围更大啊。那么共和党理解的基建和中国的现在的基建差不多啊。那么我们来看啊，具体的来看，交通6200亿用于道路、桥梁、国家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然后其中有1740亿用于电动车啊，这是一块啊。然后是制造业制造业是这个除了基础设施以外，制造业投入3000亿美元啊，其中包括抗灾响应能力和国内半导体生产，支持国内制造业啊，这是一大块啊，其实这是一大块，其中包括310亿的中小企业，还包括200亿的区域创新中心，还向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NIST 啊注资140亿啊，其实这个是，然后就是创造就业和研究啊。新经济计划包括什么呢？包括500亿啊，500亿专注于半导体和尖端技术研究啊。然后就是住房啊，住房这里面投入是蛮大的，蛮大一块啊。基本上大体上是这样啊，大体上这样，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是拜登总统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有4方面的效果啊，4方面。第一个，为美国经济打造新的增长基础啊，大家要知道，交通的能力、电力、科研能力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叫增长的基础。如果你出现瓶颈，你就会影响你的整个社会效率啊。所以，第一个，为美国经济打造新的增长基础，这个非常重要啊。第二个，持续的扩大美国的国内需求。大家知道这个2万，其实他现在公布的是23000亿，其实它总的规模是4万亿，4万亿8年，一年大概平均是5000亿啊，一年是5000亿啊，一年是5000亿啊，持续8年时间，也就是说它可以持续扩大美国的需求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会带动美国国内的产业升级啊，当你的需求在上升的时候，需求不断的上升会带动产业升级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最终会提升美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计划很庞大啊，也有点吓人，但是这个计划的会为美国带来完全不同的面貌啊。当然，中国的基建计划的思路没有疑问，一定是来自中国，所以我觉得题目就叫走中国的路啊。后面我们看怎么样会让中国无路可走啊？先看看啊，先说他怎么走中国的路啊。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啊，中国做对了一些事情，才会变成一个今天的面貌啊。其中当然核心的是它变成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那么其中有一件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做对的是什么？基础建设投资啊。中国基建投资基本上是在贯穿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一刻都没有停过。所以在这一块呢，这肯定是中国做对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中国持续投入的基础建设，当然包括我们都通常讲的铁公鸡啊、铁路、公路啊、基础设施，包括机场、电力、水、港口等等啊，所有的基础设施啊。川普总统时期，他就当时也是想搞基建啊。那么川普在2016年一次的集会上面讲，他说他们的大桥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啊。所以川普其实是想搞基建，但是没搞成。那么在3月25号，拜登他的第一次记者会上，他的那个提示卡，说中国在基建上的支出比例是美国的3倍啊。美国的基础建设占 GDP 的比例是2.4%啊，中国是占多少？中国是占8%啊，所以它有它的3倍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华尔街日报》列出来的数据啊，中国拥有至少100万座桥梁啊，其中大部分世界上最高的桥梁都在中国啊。那么世界上100座最高的摩天大楼，其中49座在中国啊。比尔盖茨在2014年拿出来的一个数据让人很吃惊啊，他说呢，美国地质调查局每年中国的这个水泥的产量22亿吨啊。比尔盖茨估计啊，他说从1900年到2000年这100年间，美国使用了多少水泥？45亿吨的水泥啊。那么2014年往前3年时间，中国的水泥的用量超过美国100年间使用的总量啊，这个很吓人啊，很吓人啊。然后国际钢铁协会的数据，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世界的1半，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但是去年中国的钢铁产量是美国的14倍啊，说明它需求很大啊。2009年中国的汽车销量超过了美国啊，当然保有量还差很多啊。那么中国的高铁23000英里世界1半的高铁在中国。那么有一家这个顾问公司是这么说啊，他说中国的策略是什么呢？中国的策略就是把铁路修好，大家就会做了啊。那么美国可以从中学习什么呢？就是说基础设施投入可以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而不能只算收入投入产出比，它还有大量的社会效应。这是美国开始理解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啊。他说，一方面可以刺激增长啊，而且不需要买单啊。然后呢，这个《华尔街日报》驻华盛顿的这个编辑说中国对高铁的价值包括价值分析有一些没有办法量化的好处啊，就是说，比如说随着客运列车和繁忙的货运分离，那么工业效率会提升啊，这是认为高铁的一些好处。那么世界银行有一个官方档案在1991年的时候，上海邀请这个世界银行的城市规划师去上海考察，说我们该不该修地铁。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城市规划师跑到上海一看，哎呀，你这个地方是长江流域啊，这个地下水位很高，上海不适合修地铁啊，你们还是修公交车吧，修这个公交车吧，尽量的发展公交车吧。
上海有没有听？上海当然没有听，理都没理他，直接就开始修他们的地铁啊。那30年后的今天，上海的地铁是全球里程最长、最繁忙的地铁系统之一，每天的运送的乘客是1000万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成为盾构机，就是那个地下大型的这个挖掘机的主要的生产国和全球地铁车厢的生产国啊，火车头就不是啊，地铁车头不算啊。然后什么呢？然后北京修机场啊，这个大兴修了一个大型的机场，耗资175亿美元啊。那么中国政府其实在过去我们可见的过去一段的时间里面，它是通过了几次通过扩大这个基建投资，来把经济从谷底拉起来啊。其中最著名的几次啊，第一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啊，当年就是4万亿啊，4万亿其实最后变成了30万亿啊。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也是扩大基建投资啊。到了2015年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情况叫经济失速，突然一下经济掉下来，吓得够呛，赶紧上基建啊。所以呢，中国还专门开了一个债务叫专项债啊。专项债是拿来干什么？专项债是专门拿来做基建投资的，给地方政府拿专项债做头期，然后剩下的跟银行借钱啊。那么从2016年开始，这个专项债就越来越大啊。那么特别是去年，那么其中啊，一带一路是什么？一带一路就是基础设施输出，中国在往外输出基础建设啊。那么到现在啊，那么中国就见不动了，债务太高啊。中国 GDP 和债务之比啊，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啊，2011年是200，就是债务跟 GDP 一比啊，债务是 GDP 的2倍啊。到了这个去年是335啊，这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啊。那么中国基建搞了40年，带动了需求，增加了发展啊，然后创造了机会，实现了跨越。那么这是中国的一个经验啊，对美国来说有没有参考的价值啊？当然有参考的价值。美国要把它的民主制度啊变得闪闪发亮，一方面需要制度建设和社会和解。另外一方面，要让美国的经济欣欣向荣，要让美国获得发展的动力和让美国的经济变得有吸引力，要让美国发展是硬道理，美国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啊。那么拜登政府他的对华战略是3个啊，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对抗，一个是合作啊，竞争为主啊。这个战略更符合这么复杂的中美关系啊，它在各个层面的不同的需要。那么竞争是什么？竞争就是壮大自己，发展自己啊，让美国经济、让美国社会变得蓬勃啊，让美国变得机会遍地。那么美国，当你经济蓬勃，当你需求很旺盛，当你有大量的机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会市场要素啊，我们讲的市场要素就是资金、技术、人才、物资、项目都会往这边跑，啊，这所有的我们叫市场要素往哪里跑？往经济蓬勃的地方跑。过去40年，中国就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中国就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你想一下，中共是个没有底线的政党，啥事儿都干出来，说翻脸就翻脸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没有法治，中国有的法治就是中共拿来对付老百姓，但是对其他人来说根本没有法治啊，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国没有产权制度，
中国的产权不受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保障，说没收你就没收你，说不让你上市就不让你上市。在中国的投资风险很大啊，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阻挡全世界的企业往中国跑，你说是不是？为什么？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里有机会。你怎么说都没有办法，因为企业要做生意，当他发现那里有机会的时候，他就算一下风险有多大，回报有多高，最后回报减去风险，我还有利润的时候，我就去干啊。所以我们翻过来讲这件事情，如果拜登政府能够推出这个庞大的基建计划，就会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让美国机会遍地，让美国经济欣欣向荣，让美国成为一个所有的企业都向往的一个市场。你再加上美国法律制度、民主制度、昌明的社会，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想一下，那么困难的场景，这些企业都愿意去。你在这个公平的市场，让大家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大家怎么会不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那我刚才讲的资金、技术、人才、物资、项目都会跑到美国去。如果这些项目都跑到美国去，资金都跑到美国去，那他们就不会去专制独裁的中国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走中国的路，让中国无路可走，它的主题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基建计划，我相信它是参考了中国的经验，它来自中国。那么这个基建计划当然不仅局限于中国，它比中国的范围更广泛。它在这个基建计划当中加入了很多，包括公平，包括气候、环保，包括这些因素在里面。它这些计划里面包含了很多因素，包括科研，包括这些提高美国核心竞争力的这些因素在里头。它不仅仅是砸钱修铁路的问题，砸钱修公路的，不是这个，它更广泛，它更反映经济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拜登总统的这个基建计划，超出了一个基建投资的这个范畴啊，我觉得更像什么？更像这个经济振兴计划。但是经济振兴计划未必那么 sexy 啊，可能基建计划会对美国人来说更 sexy，因为对美国人很多人会觉得美国需要做一些基础建设的改造和升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用基建这个名称会更加吸引美国人，也能够帮助美国人去理解，也更容易得到支持。这就是民主政治之下的一些行为特征啊。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展开讲太多，因为展开讲到太多会令这个话题变得很复杂。那么当然这里面包括税务的问题，包括经济过热的问题，包括美国的债务的问题，又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来啊，都出来。我们以后呢，就陆陆续续的，我会就这个拜登总统的基建计划，一部分会渗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和分析。当然，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美国有没有能力做这种计划，这么大规模的计划？就是说，有一些中文媒体在说这些话题啊。当然，大家知道，拜登总统的这个基建计划最不高兴的是谁？最不高兴的就是中国啊！最不高兴的就是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中文媒体很多对这个基建计划是负评啊，负评的原因啊，讲什么通货膨胀啊，讲债务太高啊等等啊，负评啊，我可以理解，我理解他们背后的意图啊，但是我们可以以后再分不同的情况来慢慢的再讨论啊，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不想讲太多，讲太多不容易消化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啊。明谢王 T 谢谢，玉兴谢谢 ，TT 谢谢，王老师这档节目提早了1个小时，然后这个澳洲夏令时也刚结束，所以节目变成了提早2个小时啊。OK， 有吗？没有提早啊？有提早1个小时吗？没有啊。好，提问，据说拜登的基建计划只有30%不到是用于真正的基建，其他都在用于福利上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北欧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这是胡说，我刚才已经介绍的很清楚了，我刚才讲的很清楚了。刚才我讲的这个基建，你把刚才我讲的内容重新再看一遍，你就知道这个是胡说啊。观点，基建计划是罗斯福版的100年版，中国没有版权。这个基建计划跟罗斯福新政没有关系啊，罗斯福新政跟这个不搭界。为什么？如果你还停留在罗斯福时代的经济观念的话，那你对现有的这个计划是无法理解啊，所以我们不讨论这个罗斯福新政吧，好不好？观点，美国是好几十年没有基建了，基建过于陈旧，中国是基建过头了，药不能停。OK， 观点，基建是中国创造 GDP 最好的标的，比如你盖一栋大楼，成本1个亿，卖2个亿，一盖好还没有卖出，就可以号称已经创造了2个亿的 GDP。不能这么说啊，大家知道，盖房子是要钱的啊，钱要最后卖掉这个房子啊，回笼资金才能够运转下去啊。如果你不考虑卖钱的问题，你只是把房子盖起来，花1个亿盖起来，以后会破产的，所以没有人会干这件事情。那个经济学家吃屎的那个故事呢，其实误导了很多人啊，误导了很多人。经济学不是这样啊，经济学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大家知道，我们讲经济学里面，你投资把钱花出去啊，是会创造 GDP， 但是你要知道，花钱不是目的，创造利润是目的。所以在市场当中，每一个人他的行为都是在创造利益、创造利润啊！我把这个钱投资出去，我是要创造利润，我不能创造利润，我就破产了。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呢，在经济学上不成立，因为你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去盖房子的目的是什么？是挣钱，要把这件事情放进去。所谓创造了2亿 GDP 才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是成本1个亿卖2个亿，然后就说号称创造了2个亿的 GDP， 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啊，不对，这完全是就是那坨屎的那个故事误导了所有的人，大家都觉得 GDP 我只要让它挖个坑就产生了 GDP， 然后在填上又产生了 GDP， 挖个坑如果没有利润的话，这个行为不会发生。OK， 好吧。观点，中国的基建快速是快速，但寿命比西方起码短1半以上。它的理论是坏了就拆再建，这样就可以提高 GDP， 还是一样的道理啊。就说如果我们把这个 GDP 当成一个统计数据的话，你就会这么看，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GDP 是统计数据，但是它背后有经济行为，经济行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获取利润。虽然我们讲中国政府就是很容易它财政吸取能力很强，它会做很多手掌工程但是如果它只有那样，它只是做手掌工程，中国经济怎么可能变成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去，我们在考虑一个经济现象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规律有的人说那个中国政府不管经济规律的，不是的，中国政府如果不管经济规律的话，会怎么样？会破产的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铁粉王先生你好，我是一名打算今年去日本留学的学生最近看到 CCP 预使全国新疆化的政策，很担心 CCP 会不会在近期内限制人们出国，而日本方面会不会为了对抗 CCP 而效法美国禁止中国留学生入境？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信息，我没办法判断日本会不会禁止中国留学生入境，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你要去日本的媒体多留意这个我没办法告诉你。至于说中国会不会禁止中国人出境，我也看不到，中国有这样的近期有这样的情况观点：中国式的基建会不会是一种春药，造成社会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投资，造成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我们不要喊口号，好不好？基建投资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如果中国经济没有伴随着它不断的扩大基建投资，来跟随中国的基础设施随着它经济增长的经济的发展不断的扩大的话，那么中国不会有今天。所以基建投资不是个负面词汇基础设施一定要配合它的经济发展。你比如说港口这件事情，我们经常讲，如果讲东南亚能不能替代中国，目前肯定替代不了。为什么？港口就不够，别的就不说，你就说港口就不够。为什么？你想，你工厂的货物都是通过港口运出去的，所以你看全世界十大货运码头其中有6个在中国，全世界最大的10个，其中有6个在中国。为什么？它是世界工厂，它的货物都是通过港口运出去的。如果东南亚想替代中国，你就要把港口建好。但是你先建了呢，你还没有货物，你可能港口就破产了。所以你得边发展制造业，边修港口，随着制造业的扩展，然后你港口越修越多，就是这样。实际上这件事情是伴随着过去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在做这件事情，只不过呢，中国的基础建设已经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的支撑。所以刚才这个网友说的有点，说春药呢有点不大对，它其实有点依赖，就是说如果它基建放慢了的话，它整个经济会有影响，它也是靠这个来带动经济走出来。所以在这个里面有好有不好所以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它大量的投资基建，但是它又没有积累，没有积累的结果是什么？就不断的借债借到现在借不动了的话，那基建就要放慢，就现在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跟基建没有关系，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是跟它的政治地位有关系本来中国政府的权力就独裁嘛，老百姓没有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不是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力一直就是这么大观点：美国这2万亿还是分8年投入，是不是不够看你看
你这个还是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2万亿实在太少，修一座大桥就要几亿了，修一座大桥几亿吗？不对吧？美国的这2万亿、2万3千亿，讲的是美金啊，开玩笑，世界上最大的钱。怎么说呢？美国的钱，那相对来说，它要经过国会批准然后它需要一分一分的收回来一块一块的税收回来所以大家觉得这2万亿不多，2万亿不少的非常不少的观点：资本是逐利的，资本没有情感，资本只会向更容易获利的方向流动。美国要考虑基建计划是否提高经济活率，既投资美国所得的收益率，才能使美国经济有优势。问题：拜登基建计划会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吗？建筑材料方面，应该会有。第一轮川普政府的第一轮救援计划其实是帮助了中国出口那么如果美国的基础基建计划实施对中国是有帮助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但是，如果美国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把订单往东南亚方向走，产生一个新的产业链转移，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请问王老师，第一，中共的基建有很多钱被政府官员贪污了，美国的状况会好一点吗？第二，美国工资高，这样的钱创造的效益跟工资低的国家是不一样吧？美国会好一点吗？美国官员贪污你看一下呗这跟中国怎么一样？中国跟美国完全不一样专制政府跟民主政治，还有媒体监督美国官员贪污不大容易吧？我觉得这是个技术活美国工资高，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跟工资低的效率不一样，效益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不一样？你说呢？我们讲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些基建计划，它带动的经济的，它产生的是什么？它怎么去带动经济？第一，它产生需求你比如说，我要挖掘机我要开始做一个工地，那么工地我就要买一台挖掘机挖掘机我就去买挖掘机，挖掘机不就有需求了吗？然后你全国有很多个工地，那挖掘机的需求不再增加吗？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说跟工资高低有关系吗？有关系吗？你觉得呢？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吧观点从经验来看，只要中国的反应很大，就表示这个政策是对的。OK，观点：美国是全世界最浪费的国家，美国的公交比邻国加拿大还落后，没车或者没驾照的话，下午4点哪儿都去不了。在加拿大，只要晚上9点前坐公交，无论去哪里，哪个角落都去得到，只是一趟车和转3、4趟车的区别。加拿大北欧那么冷，国家都那么多人常年骑自行车，美国大部分地区都暖和得多，绿道反而那么少。拜登政府一方面要全力应付 climate change， 公交和绿道建设必须大力跟上。OK， 你要跟他好好的讲一下观点：大兴土木不一定是好事，就像我们这个小城市，一年有接近400个工程计划，你天天堵车。其他附近城市也是天天修桥修路，满城鸡飞狗跳，强拆逼迁，10几20年后，很多你有记忆的地方几乎都找不到了。而且这种堵车这种乱不是短期，可能你刚刚好碰到基建扩大的计划，你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堵车，吃基建的灰尘。而中国现在因为疯狂的基建，每个城市都变成石屎森林，毫无特色。
说的很对啊，但是你说的是，也没有说的是美国，对吧？嗯，观点：中国基建是国企在做，美国全是民营企业，不存在贪污的问题。美国工资高，但是人均生产力远高于中国，它的效益是倍数增长。OK，观点：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就是经济萧条时期政府投资基建，先解决就业，其次是投资杠杆，也增加国家经济活力，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后增加国力。这是原来美国由小政府的自由主义经济进入政府干预经济的现代经济。中国政府对此理念非常欣赏，拜登经济计划完全符合罗斯福新政的所有特点。OK，但是罗斯福新政无法涵盖我们现代经济的特点。OK，我的意思是这个啊，罗斯福新政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讲罗斯福新政的话，我觉得没有与时俱进吧？啊，你说呢？啊，情况，美国以前有个贪污案，几年前吧，每个人才几千美金就被 FBI 抓了。我当时怀疑了半天，他是不是写错了？当时是一个贪污网络，有议员和专业人士涉入。我们现在，我刚才提，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这个问题很明显，我们刚才若干个问题都是以中国为参考标准来讨论美国问题啊，我基本上我都不想答。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是标准啊，中国是非标准啊，所以刚才比如说讲中国的基建在贪污啊什么的，民主政治的国家，政府官员贪污是非常困难啊，因为很容易被抓到，因为本身它的政府体系就要防止贪污，同时又有媒体监督，所以这个问题把这件事情跑到美国来讨论，美国不会有报纸在讨论这件事情，拿贪污这件事情来讨论，因为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中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是美国有没有贪污？当然有贪污啊，任何一个政府都有贪污。但是中国那种级别的贪污，我们不要在这里浪费这个公共空间来讨论这种级别的问题。包括我讲的，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讨论这个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是什么时代的情况？现代政府的现代经济的复杂程度比罗斯福时代要复杂得多。我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还在讨论这个级别的问题，嗯，好吧。观点：美国基建会不会扩大到海外，用低利息吃到中国“一带一路”的基建建设？不会吧？美国的基建跑到海外去，我相信美国国会把拜登总统吃掉了吧，对不对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能不能就议题来讨论呢？提问：王老师关注到清华姚班数学天才张坤伟征婚引发的热议和嘲讽现象吗？从摩根大通到谷歌，再到山西二本老师，目前月入5万，被嘲讽一则征婚帖写成个人履历，精神贫瘠成这样，还装作拥有高逼格，照片被讽刺丑陋、油腻、肥胖，身材管理差。我没有看到啊，这2天我都在看这个，所以我没看到你说的这个数学天才张坤伟征婚啊，没有看到，我没有留意啊。延续上期节目，老师说中国贸易没有外汇管制，但资本有啊。如果因为贸易获利部分是不是定义成为资本，而这个资本就受到外汇管制，所以贸易获益就汇不出来？请老师解惑。贸易受益，获利部分，贸易怎么能够定义获利部分呢？可见你没有做过贸易哈。贸易是什么？贸易就是货和款，贸易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货，
也是款啊。比如说我出口，你跟我订货，我把货给你，你把钱给我，利不利润不管，贸易是不管利润，利润是什么？利润是在结算的环节才有利润，整个贸易的过程当中不管利不利润，理解吗？所以，贸易的时候我出口货物，然后他把钱给我，然后我把钱收到了钱，我再去进货，你再跟我订货，我再把货给你，你再把钱给我，这就是运转啊，这就是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是什么？我把钱给你，你把货给我，我把货卖掉，然后再去卖掉这个货，我再收到钱，我再跟你订货，你再把货给我，这就是另外一个循环，这就是进口贸易，这跟利润没有关系啊。所以你非要说它会管制利润，这就是贸易项目的自由兑换啊。资本项目是什么？资本项目就是你来投资，这资本项目了。我要把资本，我要去投资买套房，这就是资本项目了，那就不行啊，理解吗？听懂了吗？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非得把这件事情把贸易里面变成一个资本，定义成资本，你为什么谁来定义啊？观点：美国搞基建和中国无法比。休斯顿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到深圳去谈业务，回来后在电视上做了一个中美基建比较。他说，中国基建70%是成本费，美国基建70%是人工费。美国基建不能跟中国竞争。OK， 网友答：人工高，但政府支出大部分渗透进普通基建工人家庭，然后无数小家庭再花钱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嘛，大部分进入顶端少数官商手里，导致消费极高，但普通老百姓还是没钱，只能拼多多，这就是区别。基建怎么没法比？中国是70%是成本费啊，基建70%是成本费，美国基建70%是人工费，怎么没办法竞争？怎么没办法竞争？你看一下福耀玻璃把厂子不是搬到美国来了吗？这不是一样的竞争吗？所以有些东西呢，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啊。美国要搞基建，跟中国竞什么争？你说竞什么争？我在美国修一座桥，你说你在美国修一座桥，不如在中国修一座桥，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讲的这个观点目的是什么。美国要修一座桥，那就修一座桥吧。我有1000万的预算，那就做1000万的桥呗。70%是人工费，不挺好吗？工人拿到了70%，拿到700万，工人拿走了700万，挺好的，他拿着700万去消费了呀，经济不就带动了吗？所以跟中国无法比是什么意思？你是从老板的角度去讲，但从老板的角度也没有道理啊。我只要有利润就可以了，你管我这个成本构成是人工费多还是材料费多呢？没有区别的呀。结论是你有没有这笔预算？你有这笔预算就有这个项目，有这个项目就能做下来。有利润我就做，没有利润我就不做。那另外一个人觉得他有利润，他能做，就这个道理啊。你说中国基建不能跟中国竞争，你的 point 到底在说什么？你的 point 到底在说什么？材料费高，人工费高，到底哪个具有优势呢？你说呢？现象我觉得比较右的自媒体是讨厌基建。最近看见一些原本看空中国的媒体开始看空美国的节目，感觉华人自媒体偏右的更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YouTube 的算法造成。我不管左还是右，我只管政策。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管左还是管右，就像我今天在这个推特上看见有人说啊，这个蔡霞去，蔡霞有一段推特啊，说这个他引述了这个江峰的一段话，江峰说这个中共这个撒谎是他的基因，蔡霞就说，哎，这个话说得很好，把中共说得很准确。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跑出来讲，说蔡霞你居然可以引用这个江峰这个话，可见江峰是党校的好学生。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些评论都已经
不能 make sense 到这个地步了。就是说，你管他谁说的，你看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一样的道理啊。我们在看这个媒体，我不管是偏左还是偏右，我就讲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讲的有没有道理，不要管他是谁讲，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因人废言啊，这个人讲的话啊，这个人是个坏人，所以他讲的话全部都不对，也不能这样讲啊，这个人是好人，所以他讲的话全都对。这是毛主席讲的一句顶10000句，这跟共产党不是一样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真正的看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啊？观点美国也有贪污啊，我们能说点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啊。提问王先生如何看待中国政府为配合“一带一路”近几年加大提高非洲和太平洋国家的基建项目和借贷水平？美国基建计划和中共基建计划有什么异同？没什么异同，基建计划没有什么一样。你修一座桥，美国再修一座桥，跟中国修一座桥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连接两个地方，所以没有什么区别啊。只不过呢，我们讲一个基建计划，它背后的成因会不一样啊，背后的成因会不一样。你比如说，美国做基建投资啊，它首先要考虑什么？它首先要考虑我的资金来源是什么。那拜登政府的做法是我加税增加我的财政收入，我用财政支出来解决基建的需求。那么中国政府不是，中国政府是我就发债啊，发什么债呢？发专项债啊，专项债呢我就占20%，甚至15%，剩下怎么办？剩下跟银行借。所以呢，整个的一座桥建下来，全部都是债，啊，债借完之后呢，我就慢慢再还，以后再说。所以中国这债务它变成了300%的原因就这么建出来的。那美国政府的这个做法呢，它可能会短期之内会有点不好的效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出现财政赤字，它用另外一种方法出现啊。但是呢，好的效果是什么呢？好的效果它就不用掏钱，啊，不用掏钱呢，你整体的社会运营成本会低，啊，所以它背后的起因不一样，它整个机制也不一样，它效果也不同。但是盖那座桥是一样的，我们设立一个项目，然后把钱筹足，然后往里面扔钱，然后这个桥建起来了，这个没有区别，啊，这个没有区别，好吧？提问王老师能分析一下大陆航母出海的战略目的吗？明明知道打不过，还露出来给大家看，岂不是很蠢？如果航母它建好了以后，它不出去训练，这航母建来也没有用，所以航母一定要出海，进行训练。我觉得大陆航母出海很正常，它需要训练啊，但是它训练的过程当中，它透露什么信息？他从宫古海峡出海，当然这是告诉大家，我可以穿透你的第一岛链，就这个意思呗啊。提问我不清楚美国的制度是什么样，在英联邦国家，比如说澳洲，很多基础设施所有权是州政府，联邦政府可以出资，但是项目的建设还是需要州政府主导。不知道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就是说州政府是业主。啊，州政府是业主啊，主流。那么联邦政府干什么？联邦政府协调，比如说洲际公路啊，洲际公路的联邦政府来协调啊，交通部来协调。那主要的基础建设，其实大部分的项目来自哪里？来自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是州政府。所以你说的这情况跟美国也是这样啊。观点，我本人就是建筑业的。我可以明白的说，建设工程绝对不是人工成本低就具有竞争力的，要人工素质高才有竞争力。OK， 提问：今天刚看了一个节目，说美国为了维护世界霸主的地位，
把自己塑造成超级英雄，所以估计放纵大陆、北韩这类流氓国家来保持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依赖。这个主播本身还是台湾人，想听王先生对这个观点的看法。这观点是胡扯嘛？这种节目为什么要看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这 make sense 吗？连起码的地缘政治的常识都没有，所以，美国为什么要放纵？放纵？什么叫放纵？我们能不能表现的专业一点？放纵是什么鬼？那美国政府在干什么？美国总统的角色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不 make sense，你说呢？不用理他吧，这种节目有什么好看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鸣谢。王 T 您之前关于男子气概，中国只有一个人有男子气概，角度分析逻辑太精辟到位，终于在此能够支持王先生，建议苹果手机不能打赏的使用 iPad， 我刚刚成功，好吧？老罗王，谢谢，非常喜欢王先生讲财经政策，精辟渊博，希望您多科普美国今后的经济和基建议题。我会跟进这个拜登总统的基建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呢影响很大啊。那么我今天我对这些提问我不满意啊，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满意的原因是我们今天大部分提的问题都是以中国为参照系来提的问题，美国不是中国。所以你提出来的问题呢，基本上或者大部分的观点都是以中国为参照系来提出看美国的这个基建，那基本上我们后面的这个讨论都没有触及到拜登总统基建项目的基本的概念都没有触及到，我们都是说的是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对这个提问我不满意啊，我们的互动部分今天表现不好啊，今天我要检讨啊，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我们的内容主题方面呢，把这个内容说的展开的不够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讲的不够透啊，我们网友在理解这件事情当中有困难。所以他才会提出一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我要检讨，就是我要把这个以后我在讲解美国的这种经济现象的时候，尽量的把它打开来讲，这样的话省得大家会误解啊。这今天我们这个我原来是满心欢喜，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角度还是不错的。能够看到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我就忘记了我们在讨论美国的，因为我讲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啊，所以很多网友对中国经济非常熟悉，特别是跟我们这个频道跟的时间比较久，但是他们对美国经济并不那么熟悉。我今天只是把这个内容罗列出来了，我没有把它掰开了讲，所以大家就会提出一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问题啊，所以，我这个我要检讨啊，以后我会改进，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